全班49名同学穿越到神魔世界，他们本以为自己都是大地之资，不料刚到就被魔门全数劫掠。不仅在运输中就死去大半，甚至就连我这个曾经的体育委员都差点横死当场。接着到了魔宗，校花就被魔门弟子拉入屋子，下一刻就给校花喂了一包不知名粉末。紧接着房内不但没了挣扎的声音，随后竟还传来一阵阵的笑声以及酥麻的喘息。然后校草也被魔女们拉入房间，不知过了多久，校草就在欲仙欲死中竟变成了一名女人。而我不但相貌平平，而且资质全无，就被分配成一名最低层的杂役。一个身着黑甲的凶人捧着名册，正在一一点证明。看着以前的校霸也早已没有了以前的威风，此时也是认真听着那黑甲凶人报出的名字。马老祖，你去炼尸房报道，协助正式弟子做事。校霸闻言却是瑟瑟发抖，扑的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人，您帮我换个地方，我做猪做狗都愿意，只要您不让我去制脂房、炼尸房、制皮房就好。大人，求您了。看来马老左这几天听到什么消息了？想好了，谢谢。此时黑甲凶人抬袖一甩，一道白影飞快掠出，美人已经一上一下的搭在了马老左的脑袋上，小手一转，马老左的脑袋也跟着旋了个圈，尸体倒地，转瞬就没了气。只见黑甲凶人抬手一收，那白衣美人化作了指纹，又飞回了他袖中。很快有老杂役从外走来，轻车熟路地搬着尸体，好似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而新杂役们却是目瞪口呆，面露恐惧。你们都听到了，他自己说要做猪做狗，我杀一只猪狗不过分吧？随口说完，黑甲凶人继续点名：宋岩到。你去制皮房协助正式弟子。马老左说，只要不让他去制脂房、炼尸房、制皮房，怎么都好。很显然，这3个房的杂役有大凶险。可事到临头，宋岩也没有别的办法。是。随后给他一个木牌，写着宋岩杂役与皮影527。接着一个老杂役在前领路，带着他穿过这傀儡宗偌大的山头。然后在一处孤崖前停了下来，便看到了一排坐落在悬崖上的石室。陡然间，宋岩瞳孔紧缩，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个透明的悬空棺材，那棺材中竟然有床有桌，还有椅子，赫然是一个个房子的造型。就在前面。宋岩手握令牌，硬着头皮往前而去。石屋里有不少杂役抬头看来，见是个男的，不少人低下了头，可女杂役们却还仰头打量着他。看到他相貌平平无奇后，又把头低了下去。而一名大眼睛妇人则是走了上来，亮了亮牌子：王姐，这边都是杂役带杂役，谁带谁都是自评愿意，你跟着我吧。有劳王姐了。傀儡宗有仵作风、纸人风、皮影风、写诗风、机关风、奇毒风，每一风都会有很多杂役。我们制皮房则是属于皮影风的，每个月还会有许多任务清单发过来，如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制皮最少的那一个人就会被处死。至于制皮，分为8个流程：选皮、净皮、化稿、过稿、雕刻、敷彩、烘干、针线、坠结、缝合。王姐，那我们有机会成为正式弟子吗？有机会也没机会。为何？我们多是被劫掠来此之人，资质好的已被挑走了，来这里的都是资质不行的，但为防漏掉人才，他们每一周会派一名弟子前来教导入门引导之法。原来如此。王姐，悬崖上那些透明的屋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的住房，在这里想要活得久，天黑前必须入房，没到天亮绝对不要出来。王姐，这石屋有什么讲究吗？汪素素亲密地凑到他耳边：晚上告诉你。就在这时，又传来动静，今天来的新人不少呀。而制皮房里顿时有2个男人走了出去，要那女子选一个。别看了，我来教你。他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个半成品的皮。我做一遍你看看，然后尝试着跟着我做。宋岩认真倾听着，想要活下来，就得先把眼前应付过去。宋岩从皮堆里取了张形状不规则的皮，以刮刀专注无比地刮了起来。皮越刮越薄，待其变得光滑透明，又匆匆按照样图画起了一种名为双头狼的画稿。待到画完，他拿给汪素素看了看，后者摇头。在画了第7次的时候，后者终于点了点头，接着取了小细针，小心无比地将图样描在了皮上。之后拿开画稿，以刻刀继续在描出的图案上雕刻起来，再后上色、烘干，再以针线缀合。姓名：宋岩，寿元56/16，天赋：鱼兽道果，境界：不入流，玄根：无可以寿元推演，功法：无可以寿元推演，法术：无可以寿元推演。注：鱼兽道果，天地万物皆有其寿，若惨遭横死，其寿未尽，犹存体肤之中，因果有报。你以刻刀助其重新定型，他以鱼兽回馈于你，如此两清。紧接着又是一条信息弹出：你汲取了一头赖驴，剩余寿元10年。而寿元一栏的数据则是变成了66/16。一张驴皮帮我增寿10年，那如果是10张，岂不是100年？宋岩抬眼看着这只皮房内堆积如山的皮，忽的有了一点小兴奋。收拾一下，赶紧入房。可是还没吃饭。吃饭？你过来时是否服过一个黑色丹药？有，那是辟谷丹，一粒可抵3天饥饿。快走，如今入了秋，天色快暗了，
若是暗了，没有入房，发生任何凶事都有可能。两人说话的功夫，整个制皮房已经有不少人动了。他们快速往悬崖边而去，然后到了那宛如透明棺椁的悬空屋舍，钻入其中。而宋妍注意到另一边似乎正在发生争吵，此时和他搭档的男人正要把那女子往自己屋里拉，但那女子却怎么都不肯。男人恨恨地骂了声，然后快速寻了个同样落单的男人，一同钻入了悬空屋。那女子然后挑了个未曾上锁的屋子，钻了进去。你也要自己找个屋子吗？宋妍摇了摇头，她紧跟着汪素素进了屋，一入屋便迅速扯着棕色毛毯，将各处拉挡了起来。在这里过，朝不保夕，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能行乐，时且行乐，莫要辜负活着的时光。所以呢？所以，小郎君还在等什么？走心还是走肾？如果换个环境，我肯定会乐意走肾，但现在却不行。对于这个世界，我都知道的极少。眼前女人虽然教导了我一些制皮的知识，但未必没有别的想法。王姐，我们说说话吧。你被劫来这里之前，小郎君到人家身上来吗？等咱们快快活活的好了之后，人家什么都告诉你。王姐，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为什么？妇人直勾勾地盯向宋妍，显出几分迫不及待。宋妍目光忽地落定在床头桌上的一把小刀上，妇人的目光也紧随了过来。忽的两人同时飞快扑出，汪素素离床头近一把抓住了小刀，然而宋妍却紧接着上来，手臂一缠，把妇人手臂往后别着，将其手中的小刀迅速夺了下来。这是参加军训时教官衔着教导的小擒拿手。王姐，说说话吧。把刀放下说。宋妍然后放下了刀，往远处稍稍退了点。对吗？拿刀子做。为什么？因为刚刚汪素素实在没道理再来抢刀，两人本就没有什么仇恨。然而名为汪素素的妇人却再不回答。时间刚好了近乎一炷香时间。入秋之后，山中星雾开始变浓。一到晚上，你我须得轮流值守，用身子顶着门，以免出事。这也是义屋住两人的原因。王姐，星雾是什么？鬼雾又是什么？我们制皮房的食物为什么只加了一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守上半夜。那王姐，既然气氛都这样了，你我守夜的时候都离彼此远点。行。守夜就是坐在阶梯最上，微弓身子，以背顶着门，没什么特别的，只要在门扉抖动时顶住就好。这种事我也不敢骗你，毕竟如果门开了，死的也不只是你。那王姐骗我什么了？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宋妍听到了敲门声。外面是什么？男人困得要死，却不敢睡觉，不仅用刀子扎穿自己的手臂来提神，甚至背部还要顶着正剧烈晃动的门，为了阻止外面的东西进来。他已经10天没敢闭眼睡觉了。男人深知自己只要合眼，外面的家伙就会冲进来索命。然而就快挺到天亮的时候，男子终于扛不住了，接着外面的鬼屋就扑到了他的身上，随后鬼骨戳入他的身体，紧接着鬼皮裹着人皮，然后其中的煞一个劲的往他身子里钻。无独有偶，旁边的屋子也正发生同样的事，不过这屋里却是2个人。换我来顶门。两人小心地擦肩而过。王姐，你还没回答我外面是什么？便宜你了，给你一些消息，再算上昨日我教导你那些知识，也算是补个善缘，省得你记恨我。山林多残骸，亦多残魂，累累残魂，磅礴成河，是为地煞。这地煞，尤其是在魔门区域更是多，这些物无孔不入。若是碰到残骸，哪怕是一块皮、一根骨头，都可能形成鬼物。我们制皮房的食物为什么只建了一层？至于为何食物是1层，那是因为1层更容易密封起来，以免食物中的皮肤接触到腥物，那就麻烦大了啊。对了，如果同屋一室的某个人想害另一个人，其实可以悄悄将门打开，然后将那个人推到门外，或者在屋里杀了，再抛尸到崖底。可若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那人却也不会再有人和他同住一屋，毕竟谁都不是傻子。一夜过去，红雾消散，灰蒙蒙的世界迎来了曙光。宋妍，你现在可以把刀还给我，然后今晚你挑别的地方睡，你我之间今后如路人。汪姐，你昨日到底想对我干什么？汪素素没再回答，宋妍将刀丢回了屋中。今后如路人。而就在这时，宋妍忽地看到远处2个黑点从悬崖上笔直地往上而来，他们胯下骑着的竟是怪异的皮影双头狼。俩弟子也不和杂役多啰嗦，迅速查看了下屋舍，然后很快拎出了7个已经疯了的杂役，甩出一辆皮影车，将7个疯了的杂役随手击杀，然后装上那车，又翻山越岭地离去了。显然被鬼物攻击后会发疯。这才2天功夫，他亲眼见过的横死之人就已远超穿越前了。随后宋妍继续制皮，他很认真，只是花费2个时辰的功夫，他就完成了1张皮的制作。你汲取了一头普通野牛剩余寿元15年。当旁人休息下来时，他却继续取皮制作。你汲取了一头普通野狼剩余寿元8年。
他扫了眼面板上的89%的寿元。玄根应该是入门，也是潜力。功法显然是收获力量的方法，法术则是使用力量的技巧。宋妍开始了尝试。你投入1年寿元参悟玄根，玄根乃先天所成，想要后天培养，除非有大机缘，否则不可能。你不信这个邪，苦思冥想。第3天的时候，你进入悬空房，一个深夜的疏忽，使得你被鬼物敲开了大门，混乱的幽魂往你体内钻去，你疯了。天亮后，你迷迷糊糊的爬出了悬空房，坠崖而死，退回寿元362天。这算什么？忽的，他对寿元推演这4个字有了更深了解。这推演是看环境的，环境就是我如今所在的环境，我无法离开制皮房周边，且仅受地理和玄气因素影响。宋妍继续投入寿元。你投入1年寿元参悟玄根，天黑之时，你这一次并未进入悬空房，而是躺在制皮房，你被星雾包裹，一个个鬼物从外而来，一张张皮异化鬼物，他们都贴在你身上，混乱的幽魂往你体内钻去，你疯了，疯得格外厉害。你静静地躺在地上，你疯得难以想象。这一次寿元足足消耗了1年，宋妍有些懵，但还是继续投入。你投入了10年寿元参悟玄根，第9年，你参悟出了劣质鬼玄根。注：劣质鬼玄根可从鬼以及因鬼形成的地形天象环境中进行修行，修行方法需要功法。第10年，你一样画葫芦，但鬼物不再理你。这一年，你并未有任何进步。劣质鬼玄根。就在这时，一道温婉沉静的女声打破了宋妍的思绪。宋妍，你好。宋妍略一回忆，这是和她一批的新人。女子抬起牌子，显出奇瑶杂役皮影265。你昨天和那个妇人入了屋，今天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因为我没肯和她躺在一张床上。你不喜欢女人？我只是不想在一无所知、周边尽是危险的情况下，被迫做那种事。看来你并没有丧失理智，自暴自弃。今早的情况我都已经看到了，所以我知道，在这里无论是谁想要一个人独自居住，那都是在赌命。我也看到那些跟别的男人入屋的女子，也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想那样，可我又必须找一个人共同守夜。我现在虽然已经可以一个人独处一室，甚至能开着门，但每晚都不打盹，必然引起魔门怀疑。我本来还在担心今晚怎么办呢。我坐你对面来，今晚一起。于是宋妍又是快速的制着皮。别做这么快，生手的。有一个杂役，手臂酸疼难言，未曾抓紧刀柄，以至于让刻刀割了手。然后呢？然后今天我就没有再看到他。看来若是因受伤而停下工作，那魔门不会等你恢复，而会直接将你处理掉。想到这里，宋妍放下刮刀，果然虎口处、剑鞘处都有一丝淡淡的酸疼感。多谢了。这一晚，他与齐瑶轮流守夜，倒是相安无事的很。如此时间一晃，便是过了3天。宋妍也换了身本地人的衣服，为了防止手掌受伤，宋妍将制作皮影的速度放到了每月1个，收获寿元31年。但奇怪的是，齐瑶却是咬着牙，在3天里做了5个皮影。为什么？想早点集够一点贡献，换点东西。这几日相处已经让2人对彼此有了基础的信任。那一日，我和汪素素待在屋里，汪素素几乎是扑上来要把我强行正法了，之后用刀相互对峙着到了白天。你说他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你对玄根一无所知吗？我倒是听过一点，玄根是人接触玄气的根本所在，没有这个就别想修行。也许那位汪素素就是杂玄根，她在以双修法门进行修炼，若能修炼有成，或许她就可以摆脱杂役身份。那我明日看看和她一同入屋的少年如何？我帮你看过了，精神不振，却痴缠在那汪素素身边。显然汪素素用贡献点换了不少东西，也许其中就有诸如痴心粉之类的。痴心粉？一种邪门药粉，将自己头发烧成粉末，混入粉中，再让目标闻到，目标就会让对用药之人心生爱意，想与他做那般的事。幸好那日我拿刀拿得快，要是慢上一小会儿，不小心汲取了那痴心粉，现在怕不是就走在成为药渣的路上。这些邪魔歪道，修炼无所不用其极，为祸苍生，真是恶。宋妍一听这话，顿时愣了下，说着齐瑶翻了个身，不再多言，但宋妍却不让他睡。这可是我了解这世界的大好机会啊！齐姐，说说玄根吧。于是宋妍就不停地说，齐瑶没想到这少年居然还有泼皮无赖的一面。中等玄根换作地玄根，除了双修，还能从玄石中汲取玄气而修行。那杂玄根的人无法从玄石汲取玄气吗？也能，但汲取效率极其低下，纯属浪费。上等玄根名为五行玄根，还能在一些特殊环境中汲取五行玄气进行修炼。再上就是传说中的玄根了，此玄根名为天玄根。这种玄根者，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汲取灵气，简直就是妖孽中的妖孽。
宋妍听了一圈都没听到鬼玄根。那些鬼物能修行吗？鬼玄根的地位其实和五行玄根差不多。我们这外面是星雾滚滚，任何活物在那儿都会被鬼物攻击，但却是鬼修炼的好地方。五行玄根修士能够强化其对应区域的法术，而鬼修却会异化那些普通法术，使得那些普通法术慢慢扭曲变异，而从而偏向幻术，吞噬这些比较恐怖的方面。没想到修玄界这么可怕。次日一早，一名面带凶器的玄袍弟子出现在了山头。我是来传功的弟子，之前测试玄根可能有漏，所以我是来进行2次测试的。你们一个个上来，触碰着玉简，得到内容后就去修炼吧。那杂役上前，手握玉简，睁开眼，眼中显出呆滞之色。第二个杂役很快上前，也晕了。轮到齐瑶时，齐瑶握着那玉简，并未晕眩，而是完整的汲取了过来。他经过观察，最快的也需要5、6息，所以他心中默数到了7，这才松了手。宋妍走回人群里，却见齐瑶惊诧地看着他，没看出来啊。宋妍将注意力定格在了功法之上。你投入了20年参悟削减版玄气引导术，收获了80缕煞玄。在第8年的时候，100缕煞玄成流沉入丹田，你踏入了炼玄境1层。你继续引导玄气，在第10年的时候，你改善了引导术，你领悟了完整版玄气引导术。面板上，宋妍的境界也是一跳，从不入流变成了炼玄境1层。当晚悬空房里，6面毛毯拉上之后，你要干什么？痒哪儿痒？腿那里。从未见过这么坏的男人，趁着少女睡觉就往她被窝里钻，然后竟恬不知耻地对着少女提出非分之想。情窦未开的少女一时间不知所措，随后男人就开始对少女动手动脚。宋妍，我告诉你，你看了玄气引导术，我也看了，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所以你别想吸我的原因。那你就不想吸我阳元？不想。在这孤崖上没有玄石，没有丹药，而漏掉的弟子必然都只是劣质玄根。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1年里修出1缕玄气，就只能靠双修。明日你搬出去吧，寻一个没有玄根资质的女子在一起就好了。那你呢？我一个人住。宋妍之所以做这些，就是要让自己搬出去。底层杂役连自己的生命都没保障，绝不会去想魔门可恨，也不太可能知道那许多关于玄根的知识，尤其是鬼玄根，跟他一起住迟早连累我。两人沉默一夜，在走出悬空房后便如路人，去了制皮房里也不做一处了。宋妍境界入了炼玄1层，刮着石台上的兽皮，手已经再没有疼痛感了。刮了一会儿，正待进行下一步，却看有个身材高挑的少女从远快速走来，而后面有个男人追着她。宋妍有点印象，是和她同一批来此的新杂役。宋哥，你现在是一个人吗？是。宋哥，我想和你一起，我还是雏儿，我没让别的男人碰到我。少女快速拿起杂役黑木牌，显出秋莲月杂役皮影517。为什么找我？昨日百余号人能够成功汲取那玉简里功法的，就只有5个。宋哥，你是其中之一，你将来是可能成为皮影峰正式弟子的。我没有资质，所以我想跟着你。我确实需要一个女人，否则1年之后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能成功引导玄气。好的，你跟我一起住吧。而另一个男人急忙走开了，有成为正式弟子的资质，那就不是他们这些杂役能比的了。婊子，这不让我碰，现在主动却要让别的男人弄，原来是想用身子换个靠山罢了。这也就是我不用双修，若是换个别人，这少女不就是送上门的肥羊？坐吧，别落下今日的皮影进度。秋莲月取了兽皮和刮刀，一下一下的刮了起来。你汲取了1头灰驴圣羽寿元9年。如果1年之后测试中我不是1缕，而是1拳的玄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被当成小白鼠给解剖了。1年的时间之内必须搞到收敛气息的法术。午后却见10余个新杂役被送了过来，很快时间就到了傍晚，秋莲月就急忙靠了过来。我们敲间新屋子。走着走着，宋妍目光忽的一瞥，而齐瑶则正在少人的崖边老树后和一个男人在交谈什么。那男人正是今日被送来的新杂役。紧接着他们往悬空房而去，他似乎是感觉到有人注视，却没找到窥探他的那位。怎么了？没什么，先入屋再说。宋妍也进了悬空房，在挂上毛毯后，秋莲月凑近了，娇羞着来到宋妍身后，为她揉捏其肩膀和手臂来，摸摸索索的往下而去，不可描述。5颜6色的事儿发生后，宋妍守夜去了，而秋莲月也终于睡了一个好觉。转眼就是1个月过去，1个月里，她收获了足452年寿元，寿元上限达到了508。汪素素则已经重新换了一个男人，之前的少年则是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这一日有皮影峰正式弟子到来，然后给制皮数达到30的弟子发了一块小玉牌，玉牌中既有贡献点，手握即可查看。若想使用贡献点，就去此处山脚。宋大哥，我这玉牌里也有1点贡献点，给你吧。大人，别人的玉牌我也能用吗？当然能用，我又没说这玉牌里既有名字。不过也别担心太多，白天的时候敢在我们皮影峰行凶的人还没出生呢，晚上嘛，你们都回到山顶了，自然无事。
多谢。当回到悬空房与秋莲月嬉戏之后，宋大哥，我被掳来之前其实是个商会的大小姐，所以对于那位大人所说的方式有一点点了解。那里纵然是凡人，也都是穷凶极恶的盗匪，他们卖的货也都是打家劫舍抢来的，你去那儿一定要小心啊。知道了。次日一早，宋妍匆匆将今日份的皮影做完，然后来到制皮屋外。宋兄弟，这俩宋妍都认识，正是和他同一批的新杂役。宋兄弟，咱们是同一批的，不如一起去山脚的方室逛逛，也好有个照应。山下情况未知，我们还是一起吧。宋兄弟，今后来日方长，说不得我们还会成为真正的师兄弟。今日还不想去？那不急，等宋兄弟哪天想下山了，咱们一起去。这边说着话的功夫，文二妞也不消停，对着制皮房里招呼着。方氏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呢，大家得了贡献点儿，要不一起组个队呗？顿时间有不少杂役跑了出来，盛大柱还在笑呵呵，似乎在期待他答应。还得制皮。大伙儿抓紧去把今日的皮影做掉，然后再下山。谁若是来不及的话，我来搭把手。那可劳烦大柱哥。谈不上，大家都是一起来的，互相帮助。宋大哥，你今天不去吗？他在看过那些没有任何消费欲望的老杂役，忽地若有所思。那些杂役似乎对于下山无动于衷，纵然有了贡献点，也根本不想离开这里。傍晚已至制皮房里的杂役们一窝蜂涌出。不要相信任何人，如果真要去方氏，那就一大早去，越早越好，早去早回，莫要逗留。哎，干什么？琪姐，不如我们组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其实我想说的是，谢家。你不该去提醒他，他以魔门法术双修，早就是个小魔崽子了。他也不想这样，他和我在一起时人很好，我不想看他莫名其妙的丧命。铲除傀儡宫，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丧命了。你的任务就是悄悄打入傀儡宫之中，为我剑门提供情报。我知道，有很多师兄师姐师妹都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你送仙石，给你打野护。我得了绝症，寿元不过2、3载，死在这里便当是被你双修而亡的，也算是可以掩人耳目。师兄，不必伤心，你这般的地玄根，本该在师门被师尊们栽培，却主动来到这里，承担起覆灭傀儡宫的任务，这足以被人钦佩了。随后传来一声痛苦的闷哼，男人胸前血肉淋漓，可其中却掉出了几颗奇异的石头。大柱哥，二妞姐，你们什么意思啊？天黑了回不了山，我们就在山脚下暂住，说好了天一亮就一起上山，你们现在干什么？别过来！怎么会这样？杂役中似有人明白了什么。沈大柱，你怎么敢和盗匪勾结？这是弟子说的话，你忘了吗？什么话？你们敢对皮影峰行凶，不怕皮影峰报复吗？盛大柱、文二妞等人好像听到了什么可笑无比的话。老大，这就是些蠢货，魔门弟子说的话居然也相信，他们还以为这是正道的地盘，真是死得一点都不冤。快点杀完，然后把他们的贡献点都给我。老子和你们二姐有天赋，好不容易混到魔门里，这今后啊，自是要成为魔门正式弟子的。今后跟着老大吃香喝辣的。眼见强盗就要砍掉男友的头颅，女人当即恳求强盗，希望用自己的命来交换男友的命。不料强盗压根就没打算放过所有人，他拿起大刀不停在女人身上游走，随后又转移到了她男友身上。接着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他跪倒在地上哀求强盗，只要放他一命，他可以为强盗做任何事，包括杀死自己的女友。这话如同一击重锤，狠狠地砸在女人心上。曾经的海誓山盟在生死面前如此脆弱，女人心如死灰地夺过强盗的刀，强盗以及一旁的同伙却丝毫不在意。只见女人毫不留情地插入他的身体，片刻间男友就停止了呼吸，女人也是心无可恋地抹了自己的脖子。随后彪壮大汉们也不拿剩下的人取了，持刀直接冲了过去，一阵惨叫哀嚎后，声音渐歇。次日盛大柱文二妞失魂落魄地跑了回来，正好遇见来取皮影的弟子。山路漫长，昨夜来不及赶回，在外过夜，结果遭了邪事，去的兄弟都消失了，只有我俩人侥幸逃了回来。弟子知道这事后，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剩余杂役见此一幕，忽的都有些胆寒，他们再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命还不如一条狗的可怕事实。而这一刻，新杂役正式变成了老杂役。宋妍趁着一天清晨，快速离了悬空房，往山脚释放而去。修玄的东西若是用不上，就来这换些好玩意儿，保准您满意嘞。还有一些卖货之人桌上则放了一个小小的玉盘，其上写明拿玉牌刷。宋妍便取出玉牌刷了刷，玄奇的事儿发生了，一行行信息在他脑海中浮了出来：成品皮影、纸人、毒符、奇药、飞剑，甚至是法术都有买卖。宋妍悠悠扫了一眼那2门法术，这种法术就不是我这等杂役能消费得起的。随后去到凡人摊位上花费1贡献点，买了3瓶补充元气的固本参丹，1瓶上品迷魂药长睡清风以及1把匕首。当天他在午后匆匆赶回了山上。宋兄弟买了点啥？买了点固本参丹。盛大柱扫了眼那瓶子，
宋兄弟还真是个好人。是啊，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好。盛大柱转身，唇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入夜后，宋妍给他喂了一颗固本参丹，邱姑娘只感到体内暖暖的，以及全身百骸俱舒，她是真有点感动了。宋大哥，谢谢你。睡吧。一炷香时间后，他呼吸变得均匀，从怀里取出名为长睡清风，在秋莲月鼻前一晃，然后猛然开门，如幽魂般窜到了门外的红雾里。宋妍目光落在了远处盛大柱和文二妞的悬空房上。过几日等新杂役来了，咱们再行动一次。等存够了贡献点，成为了正式弟子后，也能去一个好点的地方。宋妍、齐瑶、许长俊怎么办？哪天他们下山，我们尾随过去，然后让兄弟们动手，直接宰了就是。我了解过，测试都是一批一批的，同一批的竞争者越少，之后我们挑选的余地就越大。遇到我们也是他们倒霉。忽的哐当一声，门外新雾里传来鬼物狰狞贪婪的往里冲来，鬼物们蜂拥而来，对着盛大柱和文二妞的身体进进出出，遮天蔽月，鬼影重重。盛大柱和文二妞这俩盗匪头子已经彻底没了意识。宋妍稍作搜索，便在个枕头下发现了2块玉牌。好家伙，一块玉牌里有30点贡献点，还有个则是40点。他迅速掏出自己的玉牌，在自己玉牌这边哗啦了几下。贡献点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转移的。这玉牌和穿越前的银行卡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那正式弟子有没有可能拥有查看转账记录的本事？他干脆把那俩玉牌都揣到了兜里，然后将2者放在了悬空房顶端，然后电速离去。随后悄悄观察了许久，直到确定那俩都自己坠下悬崖，这才回到了自己屋。次日，事实证明杂役们的命确实是草芥，他们并不关心那2个死了的人，他只是对过程有些好奇。手指一点那杂役眉心，师兄如何呀？昨晚心雾浓郁，内里藏了个厉害的鬼物，那鬼物撞开了大门，导致这俩被占的身子无意识爬出了屋舍，然后坠崖。死了的这2人不是善茬，前几日刚刚引了一波肥羊下山宰了，会不会是有人觊觎他们的贡献点，这才出手啊？师兄，贡献点什么的我是不管的，只是我挺好奇，如果真是这样，那出手之人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你还想接着查，还是你质疑我查出的结果？那正是弟子一愣。当师兄的提醒你一句，在我们傀儡宫秘密太多，死了人永远别深究，否则你也会很快变成死人。多谢师兄，多谢。宋妍一天结束，重新回到悬空房，他有些后知后觉的害怕起来，但回想起皮影峰弟子那一点眉心，似乎就看到了什么。这个世界肯定有搜魂术，如果有人对我用搜魂术，那就全完了。宋大哥，今天白天很多人都在说星雾变浓了，鬼物变强了，如果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鬼物撞开大门。盛大柱他们就是这么死的，我们都只是杂役，皮影峰不会在意杂役，杂役死了也就死了，可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宋大哥，我会好好服侍你，你要我做什么都好，我很听话，你带着我，不要抛弃我，好不好？好不好？既然你说做什么都好，那我现在要你做一件事。什么事？吃一粒固本参丹，去好好睡觉。转眼便是半年过去了，新杂役又更替补充了好几批。在和秋莲月的交谈里，宋妍也知道了自己穿越而来的世界似乎极大，皇朝众多，而傀儡宗在魏蜀吴三国交界处的一个邪修势力。可三国和宋妍穿越前的三国并没有关系，傀儡宗但凡想要人了，就去随便哪国掳掠一番。至于掌控皇朝，樊朝没有玄石，傀儡宗也没什么兴趣。宋妍来到山下，熟练地取出玉牌，在货物树牌上刷了刷，花费了88点，买下了敛气术和气剑术，恋恋不舍地看了新添的搜魂术。199点贡献点，这也太贵了。宋妍带绕几个圈子，却忽地听到释放口传来动静。魏国只是要彻底灭国了，皇室女眷、皇子全被抓了来。那血枪帮造反归造反，却也懂事，知道把这些人全部都送来傀儡宫孝敬先长。传闻魏国皇室有一缕商海国多尾狐族的血脉，那血脉虽薄弱无比，不足以供他们修炼，却能令他们容貌极美，男女都是。如今看来，怕不是真的传闻了。瞧，那为首的不是魏国长公主曹嫣然吗？我在江湖中可是听过她的艳名，大魏第一美人。可这又如何？还不是被送来傀儡宫，今后在这儿，怕是只能做个低贱的奴婢了。看来外面的世道也不安全呀。若这一幕只是看电视、看电影什么的，他心里会生出同情。可在这样的世界，他觉得管好自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世道如此，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吧，还是得变强才行啊。当晚，宋妍把今日在世方所见所闻与邱小娘子说了一遍。长公主都被抓了，我听那些江湖中人说，她叫曹嫣然。国色倾城，
魏公牡丹，你认识他？我家商会在大魏的背景就是嫣然长公主，父亲带我见过她一面。那时候我站她面前，只觉眼前是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我连头都不敢抬。那我家的商会还不是也遭了池鱼之殃了？王朝更替，真正长久的却是这些修玄宗门。忽的他神色又激动起来。宋大哥，你一定要成功，你是个好人，你一定要成功啊！其实我猜到了，我猜到你修炼需要从我身上采补才行。你不要温柔，你已经给我买了好多药，你多采补一点吧，你千万不能失败，我不要你失败，你不能失败。宋妍挠了挠头发，其实他如今苦恼的不是失败，而是隐藏。在秋莲月值完上半夜后，他重新坐到了悬空房门前，接着把面板调出。男人只是用刀刮了张驴皮，竟发现自己的寿元增加了10年。这寿元不仅能让他长生不老，甚至还可以用来推演功法。只不过7个多月的时间，竟已经让他积累了3908年。接着投入1年时间参悟刚买来的敛气术，转瞬间就已经修炼至大成境界。但刚刚他好似已经在梦中推演了整整1年的时间。随后又是10年寿元投入，敛气术竟变异成了敛煞术。齐瑶说的是真的，鬼修可以将普通法术变异，寿元还多，转化为实力才更稳妥。那继续，你投入了10年时间参悟敛煞术，但一无所获。一无所获。宋妍看着还富裕的寿命，毫不犹豫的60年投了进去。在参悟到第45个年头的时候，他将自身体内的一切玄气全部吞噬入腹。这种法术甚至可以吞噬别人的玄气。在55个年头的时候，他参悟出了凝煞控玄术，然后便可以控制一缕玄气在他体内流动。半年后的测试危机算是解除了。宋妍平伸手掌，那一股煞气被分出凝聚在掌心，接着又将气剑术推演成暴雨煞，紧接着又将玄气引导术修炼出了900缕煞玄。汇为10拳流入体内10脉之中，正式踏入了炼玄2层。他睁眼看去，屋外本是朦胧的红雾变得清晰了许多。他侧耳听去，屋外本是几乎被隔离的声音，现在也能清晰的听见。我存了10点贡献点了，你也有10点，你去问问那位传功的张大人，如果把20点都给他，能不能放我们离开？怕是不行。这不行那不行，那怎么办呢？杂役们谁不想跑？可又怎么跑？宋妍看了看床榻的方向，他眉眼却紧皱着，好似在做噩梦。1天前宋妍也是这般惶恐，但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睡个好觉了，微微后仰，闭目睡了起来。转眼又是2个月过去，汪素素那一批人迎来了测试，进去6个人，成功通过的却只有3个，汪素素就是其中之一。2个月后，齐瑶屋里的男人虚弱而死，而另一个名叫许长俊的屋里的女人也消失了。这俩同为资质之人，便住到了一起。师兄死了，他为了掩护我死了。为了覆灭这傀儡宫，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1个月后，师妹你展露实力，过关去吧。那许师兄你呢？到处都需有人留着，以查探消息。我就继续留下，隐藏实力，躲在这制皮房里。也对，师兄早就突破了炼玄1层，又身怀敛气术，自可隐藏。哼，不，师妹，我已达到炼玄2层。好人，好人，采补我吧，多采补一点吧。好人，快点，求你了。就这样，就这样。眼见着距离最后期限还有1个月，秋莲月紧张无比。时光缓逝1个月，又过去了。测试修炼结果的时间到了。来，运转玄气，若得1缕便能过关。谁先来？我来。张师兄宛如把脉一般，双指点在他手背，微微闭目，未几又睁眼。齐师妹，到我身后去。汪素素、康德福也是笑着看向齐瑶莲道恭喜。装什么贞洁侠女，还不是靠着那阴阳合欢的法子，从男人那边榨来了玄气。你榨玄气的时候，还是贞洁侠女吗？宋师弟，不错，你这1缕玄气颇为精纯，这说明你根骨或许不行，但资质却绝对没问题。莫不是固本培元丹给那炉鼎，还能起到这效果？师弟只是不忍见那女子丧命，所以采补之余也给她进补，却没想那许多。张师兄闻言愣了愣，作为魔门弟子，他自己的行事就颇为漠然狠辣，但总希望自己身边的人好一些，对宋妍好感微有提升。汪素素则是露出不可思议之色，本以为和宋师弟已了结一切恩怨，却没想到又有了善缘。他这是提醒宋妍以前的恩怨彻底结束了。你通过了？我通过了。许长俊，回去吧，你修炼未足，今生该是无缘修玄大道了。多谢张大人，那我便回去继续制皮了。张师兄却不再理他，杂役罢了。如今我制皮房缺人，你们既是制皮房杂役出身，就留在这里修炼吧。洞府资源该正式弟子拿的，1分也不会少了你们。哼！莫要说什么去主峰之类的胡话，这种好事还轮不到你们。再扫了一眼2人，
发现两人都未曾露出不满之后，走吧，我带你们去入门，挑选洞府，还有一些正式弟子才能享到的好处。说完这些话，他眼中露出几分奇异的色泽。你们呐，这是入门的时机选得好，好处可真不错了。来，带你们去看看。制皮坊所在山峰名为南竹峰，是皮影峰主峰外围的一座山峰。张师兄叫张毅，是南竹峰峰主程丹青的二弟子。宋岩、齐瑶很快拜过了程丹青，同时更换了身份令牌。宋岩扫了眼令牌，宋岩正式弟子，皮影334。不记名的贡献点牌，那只是给杂役的。今后你们的身份令牌，也就是你们的贡献点牌，纵然别人拾了去啊，也用不了。若是你身死啊，那令牌里的贡献点就自动作废。你两人拿到的令牌，便是前几日陨落弟子的。张师兄，不知那两位师兄是如何陨落的？我傀儡宫地处魏、蜀、吴三国中间，南无剑门自诩正道，常有覆灭我们之心。其中弟子游走我宗周边，若是遇到了，免不了一番斗法。南无剑门，哼，便是要将你们这些邪魔歪道全杀光才好。你们两个洞府就在前方，今日且好生休息，待到明天再去学习功法，了解事物。至于师兄说的好处，大魏将亡，新上位的乃是凡间一个叫血枪帮的帮派。血枪帮为了讨好我宗，将不少皇室血脉者通通送入我宗门，分了好几批。那大魏的皇后、皇妃、公主、皇子，乃至是王府公子、千金之流都没落下。大魏皇室血脉体内有极其稀薄的多尾狐族血脉，故而男子俊美，女子妩媚，两相欢好，不仅享受，还可因其血脉而汲取到更多玄气，实是炉鼎佳品。而你们虽能修行，但玄根应该只是劣质人玄根，所能依仗的修炼方法无非双修、丹药，故而炉鼎极为重要。今儿也是你们运气好，各自分到一个大魏皇室血脉的，入了府自可见分明。石桌上有吃心粉，这也算是正式弟子的日常福利，每月1瓶。齐瑶闻言面颊微红，这既藏了羞意，也藏了怒。魔门真是该死啊！师兄说到炉鼎，我那在制皮房的炉鼎也用着趁手，再加上我给他喂食了不少固本神丹，可否也一起带来洞府中？秋莲月又是给身子，又是给贡献点，若我现在通过了测试，却不把它捞出来，那秋莲月怕是绝望到马上要去自杀了。既是炉鼎，不违规矩，你稍晚去带来便是。这些杂役的身份转变容易得很，师兄帮你登记一笔，就当他是你府中人好了。宋岩暗暗舒了口气，有种总算不负所托的感觉。而另一边的秋莲月心情复杂的从早晨等到午后，期间他看到许长俊回来了，宋岩没回来，就知道宋岩通过了测试。他开始兴奋地等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颗心在慢慢冷却，一股绝望和恐惧的感觉慢慢升起。少女已经往门外看了999次了，眼看阳光就要落到山下，可她还是没有等到那道身影。她又是给身子，又是给贡献点，只为那男人能救她脱离苦海。眼见红日已经坠落在西山后，少女的心也终于彻底冷却了下来。她已经感到周围杂役露出了嘲笑，而远处那个曾经和她共处一室、想要占有她的男人也似要走来。她深吸一口气，面色苍白地放下皮影。她已经听到周围人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可在一刹那，那些嘲笑就全部冻结了。连月走了，她急忙抬头看去，仿佛一道光站在门外。她一瞬间眼睛红了，来了。她哭着笑了起来，抬袖擦去泪水，匆匆迎了过去。当她再走出门时，射来的目光已不再嘲讽，而是充满了嫉妒。然后宋岩又领着秋莲月去变更身份，可变更时一问才知道，炉鼎根本没有身份，就当杂役死了就行。片刻后来到洞府里，并无宋岩穿越前印象中的那种沉闷，反倒是有种极为清新的气息。那里有个娇美贵妇，手足被绑，正蜷缩在床角落。贵妇在看到宋岩的一刹那，眼中露出无比的痛恨之色，而不远处的桌几上则放了一瓶赤心粉。你是谁？魏王不会放过你们的，今日之战，血债血偿。认得吗？王妃，她是大真镇南王王妃曹雪柔，她怎么？她是镇南王世子的母亲，在镇南王府里也是大夫人。她多大了？镇南王世子骁勇善战，已然近30，曹王妃应该起码50了。我不是曹雪柔，你认错人了。宋岩有些无语，看来上面把魏皇室血脉中年轻貌美的已经给留下了，年老点的贵妇才分发给我这等普通弟子。山海国的多尾狐族血脉确实强大，50多的女子一眼看来便如20家人。王妃，可后者根本不答话，用一种仇恨到了极致的目光直勾勾盯着他。算了。宋岩取了赤心粉倒在手上，随后来到这镇南王王妃面前，接着轻轻一吹，将赤心粉吹入其鼻中。约莫1炷香时间，之前还冰冷的曹雪柔神色已经开始产生变化。她明明记得自己是谁，可却无法抑制对眼前少年的感情。她心中充满了欲念，却也强烈的矛盾着。王妃，今后你就住这屋吧，我不会动你的。曹雪柔心中的矛盾顿时没了，紧接着她对眼前少年的好感无法抑制的膨胀起来。他是个凡人，根本无法对抗这种混杂了修士手段的奇药。你也不必叫我王妃了，
叫我雪柔吧，对外也说得过去。此时此刻，在齐耀强行扭曲下，让他不再想什么镇南王，让他难以抑制的只想着只在乎着眼前的少年。你刚刚说魏王不会放过我们，什么意思啊？我只是隐隐知道皇兄，也就是魏王和山海国还有几分剪不断的联系。纵然如此，山海国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凡人国度出手吧？曹雪柔缓缓摇头，他能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因为他地位崇高。山海国是什么？是恐怖的食人妖国，其中族属足有数十个，所以又称百妖国。我们体内所隐藏的一丝血脉，正是多尾狐族的，而多尾狐族又称多尾龙伯食人狐族。食人是指他们极为凶厉恐怖，龙伯是说他们体型巨大，生命力强，所以我们大魏皇族才会纵然年老也如稚子，看着永葆青春。多尾龙伯，那傀儡宗和这山海食人妖国相比又如何？然而他收获的却只是茫然的摇头。凡人哪能知道这个？镇南王王妃看着眼前小郎君，忽地觉得心儿有点痒。她大口呼吸，却闻到了宋妍身上的气息。宋妍愣了愣，顿时明白这是吃心粉发挥了作用。连月，你陪王妃睡这里，我睡另一个房。你别害怕，我知道你是大魏皇室，知道你是被掳来的，但你放心。齐瑶觉得这些人实在太惨了，国破家亡后，人也被抓来当炉鼎。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多谢，吾乃大魏镇南王，只可惜无法再给仙子重谢了。没什么，你且安心歇息。齐瑶说罢，抓起桌上吃心粉，狠狠摔砸到地上。王爷就当自己已经用过了，也好引人耳目。多谢仙子，只是不知仙子能够助孤脱困，孤定然感激不尽。有机会的，王爷只需知道，不仅王爷能脱困，很多受难者都会脱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相信你。王爷，安心歇息吧。在他离开后，镇南王也是长舒一口气，本是金黄的双目里显出一缕喜色，悠悠闪烁，似在思索什么。此时南竹峰62间洞府的最顶端，张毅师傅，弟子在，您有何吩咐？明日你再去制皮坊，给这一年里那些曾经有资格修炼玄气引导术却又落选的杂役一个新的选择，就说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就说葫芦谷最近多了些煞狼，他们如果能拎一头煞狼的狼头回来，那就也可以成为正式弟子。师傅，煞狼不独行，那些没入境的弟子，但凡是去了，就必死无疑。最近南吴剑门越来越活跃，我担心他们派遣奸细，奸细可以隐藏实力，但却无法隐藏自己可以汲取功法的事实。当日你在现场，可有人明明能汲取，却装作不能？功法传承，我在旁是可感知的，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那就好，明日一早你就让他们直接去，为防有人逃脱，为师会跟过去。那俩新弟子你就带为师先将玄气引导术的完整版传给他们，另外再给他们分一下任务。是，师傅。次日宋妍走在山间，而就在这时，一个少女从里走了出来。昨晚如何？不愧是有多尾狐族血脉的炉鼎，用起来和凡女就是不同，润得很。齐瑶听到这说辞，只觉得恶心。你呢？还行。你那边的皇族是何身份？镇南王王妃。啊，那可怜的男人，他娘子居然就在对门，还被那个了。想到自家洞府里那可怜的男人，齐娘子居然就在对门被那个了。齐瑶忽的气冲冲的加快脚步，不再和宋妍走在一处。齐师妹少年义气，还不明白既至魔门就只能遵循魔门规矩行事，不遵循那就得死。师姐说的有道理。如我们这般的南竹峰正式弟子，除了修炼之外，也不是完全脱产，而是需要做一些宗门分配任务的。一是制作妖兽皮影，二是外出采买妖兽皮。据我观察，这南竹峰62洞府有近一半都空着，想来是都出了事。外出采买妖兽皮并不安全，如果有的选，师弟慎重。62洞府有一半空着，多谢师弟客气了。须臾，齐瑶和宋妍一前一后进了南竹峰最顶端的楼中。张师兄，师傅他老人家今日不在吗？师傅有些事儿处理一下，便由我代为传功。之前你们学的玄气引导法是削减版的，那效率比完整版的足足低了5、6倍。现在我便将完整版的传给你们，待你们稍有所成，再传授法术。对了，除了这玄气引导法，我们南竹峰正式弟子也还是要进行一些日常任务的，你们挑一挑吧。此时不远处的葫芦谷，一只被鬼物侵袭了神智的煞狼正红了双眼，疯狂撕扯着新鲜的血肉。你扯下一块大腿，我叼走一个人头，红血飞溅。这
这些人在昨日之前还是制皮房中有资质的弟子，只是一个考验没通过，变成了煞狼的口中餐。此时纵然别的杂役已惨死，许长俊却安然无恙，他体内时脉已充斥玄气，奔跑起来，纵是煞兽也赶不上。没想到我只是为了隐藏实力，就被逼得来执行这种危险任务，真是倒霉。不过这任务明摆着是要我送死。罢了，任务算是失败了。先返回剑门，将这里的情况报给师门吧。他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而去，可还未走多远，却陡然感到天空一黑。许长俊急忙仰头，却见一只皮影巨象见风就长，像铁一塌，狠狠撞击在他身上。男人猎狼时突然发生一件可怕的事，不远处竟出现一只被鬼物侵袭的煞狼。他只看一眼就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什么，于是立刻运转体内玄气，拔腿就跑。可下一秒，一只皮影巨象狠狠踩在他身上，一瞬间，夸张的怪力从皮影巨象的蹄子上传来。他只觉周身玄气被摧枯拉朽踏平，几乎是一刹那的功夫就没了感知。破烂的血肉之躯撞落在了山谷之中，一个中年人从空而落，落到皮影巨象身侧。可此时程丹青的神色却很古怪，远没有在山头的那种为人师长的感觉，而是透着一股子难言的鬼物。随后皮影巨象卷起许长俊的尸体，送向了葫芦口深处那煞气更浓之地。这一路上的阴影里也藏了不少鬼物，但那些鬼物却没有一个对程丹青发起攻击的。而另一边的张印跟宋妍他俩安排着任务。七师妹，宋师弟，总之如今我们南珠峰就2个任务，一是听从大师兄安排，去我傀儡宗西北方向的清溪方氏采买妖兽皮。清溪方氏并不是我们傀儡宗地界，而是个散修聚集的方式，也只有那样的方式才会源源不断的供给大量妖兽皮。另一个则是随我留在南珠峰，以妖兽皮制作皮影。这个任务很是枯燥，和之前的杂役没什么区别，接触不到什么世面，更加无法得到锻炼。可是什么活总得有人做不是？你们如何选择？这张师兄也太会演了，明明是安全的活，非得藏着掖着，批得一无是处。他暗暗扫了一眼身侧的齐瑶，宋妍其实早发现齐瑶有异常。这齐瑶保不准就是那什么南无剑门的愚蠢炮灰小间谍，哪个魔门弟子会在听到我说狠人这种话后气愤无比？师兄，我要去清溪方氏采买妖兽皮。好，师弟也是要去清溪方氏，对吧？不，师兄，我打算做妖兽皮影，很枯燥的，再枯燥也得有人做。做这种事儿得不到锻炼的。不瞒师兄，师弟其实发自内心的喜欢干这一行。俗话说得好，干一行爱一行。对了，师兄那清溪是方，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各自修炼适应，3个月后开始执行任务。说完，他便飘然而去。这事儿也算是板上钉钉了。齐姑娘，清溪是方危险，你怎么知道？直觉。现在去求张师兄，应该还来得及。不必。他正要向外传递情报呢，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张印本以为他是说说而已，可在看到宋妍3月如1日的表现后，是真的震惊了。他从未见过哪个正式弟子会在休整期跑去杂役房制皮的。你小子是真的喜欢制皮？这可能会是我一生的爱好。稀奇呀！我看过不少从杂役房出来的弟子，那些弟子都是看到兽皮就想吐，你倒好。不过制皮也不只是爱好，还要看天赋。你知道那些画符箓的吧？我和你说，真正的制皮是比画符更为高深的手段。一位皮师与宗门的价值远高于符师。你若是不仅喜好，还有天赋，那师兄倒是可以为你举荐一二，让你试试。那师弟要不把师兄的兽皮也给带做了？该是师兄的贡献点，还是师兄的？哦，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呐！走，师弟，别的先不说，你先去做个妖兽皮影试试。师兄虽只是个熟练工，却应该能教导你一些。接着，宋妍随张印走入了一处制皮的洞府。杂役房的都是些残破老旧妖兽皮，属于给杂役们做做看的，但我们这里的却是没有损坏的低级妖兽皮，至少这一块割下来的皮没有损坏，所以我们制作时也要格外小心。若是成功制成一个皮影，那能给10贡献点，可若是失败了，你得赔偿3个贡献点。明白了，张师兄。接着张印开始教导妖兽皮的简单制作手段。师弟，看好了，这是4种基础雕刻技法：雪花、拉丝、凿刻、灰皮走刀。随后张印又取了张残破的兽皮让他试了试手。师弟先试试，过几日再拿妖兽皮。从前你在那制皮房每日能制1-2张皮影，但这种妖兽皮你能3日做出1张就不错了，这是血刃麋鹿，你先试试这个吧。多谢师兄。这一试他顿时有了种不同于之前在制皮房的体验，手掌压下去时还会产生一种明显的刺痛感。张师兄，这是什么妖兽？最普通的低级妖兽白刺鹿，
在妖兽聚集区域的外围随处可见，但也不是你们这种连法术都没练成的普通弟子能碰的。那山海国的妖算什么层次的妖兽？屋里那卢鼎告诉我的，说什么多尾狐族只是山海国的一族，那不是妖兽，那是妖魔。妖兽起码还是兽，可妖魔却已然是魔，那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其余的莫问了，我这种普通弟子也不知道。不过师弟不用担心，大卫对山海妖国来说连屁都不算，甚至多尾狐族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血脉后裔，不会来犯的。转眼7天过去，你汲取了一只白刺鹿圣域兽元22年。万事开头难，而且这还是我第一次制作妖兽皮。若是能当上皮师这个技术工，在任何世界里技术工都比战士更安全。宋妍的思绪正飘着，张印已经来检查他做出的兽皮了。不错不错啊，第一次能做成这样，真是有天赋。是师兄教的好，再接再厉。你若真能做好，师兄说到做到，定为你举荐。傍晚时分，宋妍坐在制皮房，一阵香风忽地从远刮来。师弟，明日我能做来吗？可以。师弟来南竹峰的第一天是坐我对面的，今儿啊又坐一起了，也算是有缘呢。这一次啊，师姐定然以诚相待，也希望师弟莫要负我。宋妍只是点了点头，也不搭话。王素素确实很有用，这次更是3言2语帮我躲过了一个大坑。转眼1个多月过去了，清溪市方完成了兽皮采买的南竹峰小队，打算在市方边小镇的酒楼里休整一晚，等天亮再返回。夜深人静，一道娇俏的蒙面黑影却悄摸摸地离开了酒楼。阁下深夜前来，不知何事啊？是剑门的师兄吧？你是哪位师妹啊？师兄，这皮影峰部分区域的地形图，峰中多煞气之地，白昼夜晚皆不同，交给师门。还有徐长俊师兄失踪了，可能已经牺牲。放心，我会转达。那我先告辞了。师妹身处敌营，万望小心。多谢师兄。就在这时，剑袍男子神色陡然变得冷冽起来，飞剑已然悄无声息地出了鞘。再随着那一指剑诀，黑影一双美目里露出震惊困惑，但他已来不及反应。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墙上飞掠而下，握剑挡在了他身后。接着剑声脆鸣，飞出的身影已被飞剑定杀在地，鲜血溅起，喷了黑衣人一脸。快走，快走！他是魔门的奸细！眼见飞剑就要捅入女人的身体，不料一道身影从墙上飞掠，挡在了她身后。剑声脆鸣后，男子就被捅得透心凉。快走，他是魔门的奸细！接着奸细手指在动，剑诀捏动之间，那说话的身影被割了脑袋。而就在这时，不远处又有数道身影飞至，他也顾不得斩杀女人了，转身御剑而逃。女人如傻了般站在原地，随后蒙脸的面具滑落了下来，露出一张娇美的脸庞。去追杀的数道身影里有一道折返了回来。七小姐，细作不是这么好当的，正邪之争更多是蝇营狗苟，而非你想的快意恩宠。回家吧。他是谁？重要吗？很重要，他救了我，他用生命救了我。但有许多这样的弟子正在死去。齐瑶深吸一口气，他紧紧闭上眼，强忍着泪水转身飞奔而去。半年的功夫，宋妍就从每3天制作一张皮影，变成了1天1张。张印在享受了足足1年这种福利后，他总算也没食言。师兄，我这师弟在制皮道上是真的很有天赋啊！我明白你那皮师的入门手段只是卖给了入了境且有天赋的弟子，可能不能让我这师弟先练起来呢？张师弟，我再说一遍，不是卖，至于费用，只是为了让那些弟子明白我师门这手段不廉价。师兄说的太对了，太有道理了，受教受教啊！罢了，虽说未曾入境，但总有些可以先练起来的啊。对了，你刚刚说他2天织一张皮影上架，那便算是1年吧，1年12个月，每个月150贡献点，那我这法门便卖个1800贡献点好了。这会不会太贵了点？毕竟就是入门。你以为我真贪这1800贡献点啊？要不是我和张师弟有些交情，还不来这儿呢。要不还是等他入了境再买吧。哎，师兄，我们见了宋师弟再说吧。片刻后，内门弟子满意的看着面前少年，这少年憨厚，真就花了1800贡献点买了他这法子。我乃石师门下赵一静，我这一脉虚学的手段都不简单。不过我今日教你的只是小五行缠丝手中的小五行手入门，以及画皮招魂术中的画皮术入门。赵一静推出个匣子，你若是私下再将此法给了他人，不被发现还好，若被发现，哼，不会的。宋妍打开匣子一看，其中放着2卷崭新的册子，还有放了10枚奇异的核桃。你若真能入了门，可至皮影峰主峰寻我，我带你去见石师，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这1800的贡献点花得很值了。说罢，这弟子也不多留，转身离去。小子，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白日梦不是那么好做的。随后招出皮兽，跨上破空而去。
转眼半个月过去，这五行核桃也算是在宋妍8掌心儿里走了一个轮回了。宋妍也决定把画皮术的修炼提上日程，必须看了活物才能画出它真正的样子。翠雀林当日晚上，宋妍躺着享受过邱小娘子的侍奉后，便开始思索着翠雀林之旅。宋妍神色一动，她听到不远处似乎传来异响。自前年齐瑶从清溪市方回来后，好像人就有点变了。姬仙子，我出门，我只是透一口气，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我故意留门，就想看看你会不会逃出去，又要逃到哪里去。你做过王爷，应该知道在这里你无处可逃。纵然你跑出去，那也是死路一条，可你还是逃了。你不是往山下逃，而是往山顶。你究竟想干什么？山顶正是南竹峰峰主程丹青所在之处。没有，我没有往山顶去，我只是想去透口气，我现在就回。话音未落，这美男子忽地狂奔起来，显然是个练家子。有，忽的一块石头爆速射去，那石头落在了他后脑勺，最后一个做字未来得及说出口，脑袋就像西瓜一样炸了。宋妍从后走出，看了眼远处的齐瑶，齐姑娘杀了你卢鼎，不怪我吧？齐瑶并未答话，她只是怔怔看着那死去的镇南王。明明我坦诚相待，明明我要帮你，我都没有给你使用痴心粉，你却背叛了我。要不是宋妍出手，我恐怕就暴露了。你为什么要杀他？野外没有身份名牌的奴仆，杀了就杀了，这不是我们皮影峰的规矩吗？怎么齐姑娘还要为他报仇？你杀了我卢鼎，今后我怎么修炼？不如你我双修。他已不想再要卢鼎，又想隐藏下去，所以他决定和这个并不讨厌的少年结成道侣关系。不要，你这个女人太麻烦了。齐瑶闭目良久睁开，似是已有了什么决议。2年不到的功夫，他经历过了鲜血死亡以及背叛，他却已如度过了许多年。宋大哥，发生什么事了吗？杀了个人。宋大哥，这是其师姐的卢鼎。一旁正在制皮的曹雪柔猛然一怔，因为任何来此的卢鼎都必然是大魏皇室血脉。是你丈夫，他叛逃，所以我帮其师姐击杀了他。死了丈夫，却还要因为痴心粉的缘故渴求着与仇人好，这般的折磨足以让他拿起制皮的刀去自杀了。世上总会发生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一大早起来，宋妍发现镇南王王妃居然没自杀，而是跪在他面前说愿意如邱小娘子那般侍奉他。为己他轻叹一声，重新躺下，对着王妃招了招手。许久，王妃面色虚弱，瘫软在榻。事儿结束后，便走出了石门，没走多远，果是看到有几个弟子围在悬崖。昨夜看到黑影在外乱跑，为防意外，就出了手击杀了。当杀当杀！卢鼎叛逃，这定然是没肯用痴心粉，放往日里没什么，可这种时候怕不是会被怀疑。师弟，你是个聪明人，昨晚击杀了那叛逃卢鼎，却没否认。不过你行事作风里还存了问题。秋莲月跟了你快3年了，却还是没出事。那镇南王夫人却不知你是否用了痴心粉呢？宋妍也不废话，直接邀请了汪素素入洞一关。汪素素是用痴心粉的老手了，对于空气里的淫靡气息也熟悉得很。还当你多正派呢，原来也是这死样呢。什么时候要不要和师姐试试？我们不采补，就当弥补下当初的遗憾。一起去制皮房吧。今天我去翠雀林。去那儿干什么？画皮术里说画稿若要存神，须当以目睹之，以心察之。翠雀林那有双头狼，我去看看。画皮术，师弟安心去。若是昨晚那卢鼎惨死一事闹开了，师姐帮你解决。还是汪师姐好啊。宋妍有些感慨，齐瑶那般的好人，竟给我添麻烦。汪师姐这般的邪恶妖女，才能帮我解决不少小尾巴。那师弟可得记得师姐的好。半个时辰后，宋妍来到一处葱郁的荒莽林子，远远瞅见了2条双头狼在饮水。宋妍手指比对着那双头狼的形体，在虚空勾勒起来。别说，看实物确实比看画稿更好。傍晚，宋妍返回南竹峰。师弟这边没事了，多谢汪师姐。你悟得怎么样啊？有点小收获。那师弟继续努力，若有需要师姐的地方，尽管说。还有那齐瑶被峰主责令禁闭，暂时不许离山了。你想去探望他吗？不了。数日后，宋妍如往常一般打算去翠雀林，远处却传来争吵声。张师兄，我难道不是正式弟子吗？你凭什么不分给我大魏皇室的卢鼎？之前你说人不够，可昨日我去山下峰市，又见一批新的皇室卢鼎送来了，怎么还没我的？康师弟，你7老8十了，大魏皇室的上好卢鼎还用了干什么？浪费。张师兄，可这是我该得的。年纪都这么一大把了，还不懂规矩，多跟人家宋师弟学学吧。滚！远处正听着的宋妍有些无语，这怎么还扯上我了？翠雀林中，双头狼正向2角兽狂奔起来，可就在这时，一道寒光已然穿破了他的心脏，另一头双头狼已然跃起。当獠牙咬住的瞬间，
一股强烈的爆发力从那手上散出，紧接着那双头狼的身体竟在半空炸开。宋妍战斗了一番，觉得自己战力应该还行，他忽的心有所动，再一看面板，法术可以寿元推演，画皮术未入门，小五行手未入门。你是哪个风头的？在这儿做什么？师弟是南竹峰的，来这里是因为浮尸画皮术虚无神，故而观察妖兽来了。此事南竹峰上上下下皆可证明。自己先靠上，等我回去再说。而就在这时，他忽的又神色一紧，悄悄后退半步。那2名外门弟子也同样有所感觉，2道灰衣身影从林间掠出，一人持剑，一人握着个葫芦。3个无崽子，杀！为大魏皇室偿命来！男人从裤裆里掏出一把温热的豆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装入葫芦中，紧接着又往里面添加了一些火药，随后将塞子狠狠地拧紧，接着将葫芦抛入半空之中。只见男人用玄气果断进行加热推动，不一会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内里竟有一个个铁豆子飞射出来，带着暗沉光泽往3人急速涌来。外门弟子似是察觉了对方层次，左手微踢双头狼皮影加速，右手在动，却是又一道皮影飞出，却见是一个鹿角如刀的白刺鹿。接着4人乒乒乓乓地打在了一起，而躲到了树后的宋妍古怪地看着他们。没一会儿功夫，忽的宋妍听到一声惨叫，却见一名皮影峰弟子左臂被飞剑斩断，另一弟子因为分心，也被铁豆子给打了个正着，又被飞剑快速掠来给补了一刀，但持剑散修，也被断臂的弟子操纵着白刺鹿皮影给刺穿了身子。一瞬间，4人1死2重伤1轻伤，死的和重伤的是皮影峰弟子，而轻伤的正是拿着葫芦的。那只是轻伤的葫芦散修目光落在宋妍身上，暴喝一声，手捏法诀，铁豆子再度倾泻而出。宋妍忽的身形一晃，竟转瞬到了葫芦散修面前。那散修一愣，却也不慌忙，抬手双指如剑点握，转瞬落在宋妍推来的手掌上。这玩意怎么比昆仑10吨还牛啊？防御值 max 啊！这是华为 Mate 70 Pro， 上能打卫星电话，下能防水抗摔。这玩意这么厉害？这可是和左下角合作的手机，质量必须硬，可惜送都没人要。那你宣传不到位，你得告诉大家咋领啊？很简单，刷到视频从左下角点进去下载上线，升级就能看到这个界面了。大家都能去领吗？是啊，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P70 Pro、华为 Mate 70 Pro 各5000台，厂商货都备好了，就等着大家升级领。那我也试试。下一刹，葫芦散修面色陡变，因为他感到一股子可怕的吸力正从对面传来，他指尖玄气全被吸走，也让他的法术不攻自破。什么邪术？玄气怎么没了？宋妍手掌落在了葫芦散修脑门，宋妍身如鬼魅，瞬间来到飞剑散修面前。急来的玄气荡漾在体内，有种虽然玄气变多，却只是杂质的感觉。看着剩下的一个师兄，他轻叹了一口气。听说左下角能领手机交窝领一个呗？行啊，我先把库存拉满。可以了，你点进去看看，还真有，这就能选的。想要领手机的，刷到这条视频，从左下角进入。现在上线还能领个上古神剑，3件就能秒 BOSS， 这些轻松到手。随后，宋妍快速舔个包，2位师兄的贡献点彻底作废了。宋妍是连看都看不到，至于那2名散修，怀里的东西就多了点，一小袋散发着玄气的金玉，也不知是什么，一沓银票以及一样名为气爆术的法术。接着，宋妍又近距离打量着那些皮影成品，好似里面真的藏了某个诡异的神魂，给宋妍一种正直勾勾盯着他的感觉。忽的他迅速抬手，运用2次变异法术暴雨杀，4个皮影成品的头没了。差点，真是差点啊！若是我不舔包，估计搜索之人能通过这4个皮影而知道现场发生的事，真是信息决定生死啊！如此一连3天，在第4天的时候，他还打算再去翠雀灵石，却被张印一把拉住。暂时别去了。怎么了，师兄？大魏皇室供奉的一些散修，连同南无剑门的部分弟子，悄悄潜入了我傀儡宗外围。不少巡查的正式弟子失踪了，有的被发现了尸体，有的则彻底不见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就这2天，翠雀林也有巡查弟子失踪。你呀，就是运气好，但运气总不可能一直好，暂时别去了。南无剑门，欺人太甚。可不是，我们也就抓杂役，弄些炉鼎，在庇护江湖上那些偏向我们的帮派，他们就非要对我们动手，欺人太甚。抓大批奴役，随意草菅人命，强抢凡间美女美男，让人家破人亡，庇护江湖邪门歪道，让坏人们有了保护伞，让毒瘤有了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师兄啊，师兄，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刚好这段时间我画皮术也有所领悟，刚好留在峰上制皮，还是老规矩，师兄那份我做了，贡献点算师兄的。我就喜欢师弟你这般的人，放心，有师兄在，你什么亏都吃不了。至于什么画皮术有所领悟，张印就当没听到了。1个月后，张印捧着手中以妖兽皮制作的双头狼皮影，站在阳光下反复看着，眸子里显出不敢置信之色。这皮影已经有了神像了，逼真的很。宋师弟当真是有成为皮师的天赋，他还只是自己跑翠雀林逛了逛，若得名师指点。张印往峰顶跑去，来到南竹峰峰主城丹青洞府。师傅，请看，谁做的？宋妍宋师弟。那这张呢？也是宋妍宋师弟，不过是他1个月前做的。程丹青古井无波的眼神已然动了。天才！
这是真的天才呀！我是没想到自己能遇到。去告诉宋岩，为师要帮他去跑一次主峰，为他的事亲自拜访一下石师。是，师傅。师弟，师兄发现你在制皮一道上很有天赋，所以特意请师傅帮你跑一次主峰，为了你的事去拜访一下石师。多谢师兄。哎，你我兄弟不必多言。另外，今后你做的皮都算是你自己的贡献点，不必再给师兄了。要不师兄全还给你啊，只是宽限些时日可好？皮影峰主峰，一处神秘的黑暗厅堂里。皮师是人才，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玄玉总会自己发光。这样，石作翁下个月会在玲珑谷举办妖兽展，为期半月，以观妖兽之神。届时许多皮师甚至只是有资质都会过去，你举荐他去，让他去玲珑谷见一见世面，也试一试他究竟是什么水平，其他的之后再说。是，我让你找南无剑门细作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已经有安排了，相信没多久就有消息。要快点儿，魏王已经顺利跑山海妖国去了，应该很快就能见到他在多尾龙国食人狐族的那位长辈，而我们的机会也到了。当天傍晚，一封请柬被送到了宋岩手中。多谢师兄提点。不过这是临时插入的名额，石师为人古板，应该是不喜欢这种事的。到时候也许会对师弟毫不理睬。旁边若有弟子善于察言观色的，将来必会嘲讽师弟两句，以拍石师马屁。你有个准备。如此恩情，师弟绝不忘怀。张印听得开心，又亲热地拍了拍他肩膀。宋岩看着手中请柬，心底生出一抹期待。明日我打算去山脚石坊，那是坊里我记得有酒楼，到时候我从酒楼带点饭菜回来，我们一起吃。次日，宋岩轻车熟路地下了山，先采买了固本参丹，然后他又顺便花费199贡献点采买了搜魂术，还剩1324点贡献点。回到山中，将3锅菜依次放在了铃木炭炉上，开始蒸热。热了。宋岩抬手去接锅盖，然而在双指触碰到锅盖的一刹那，他脑海里忽地蹦出了一句话：咱厨子是御厨，从前都是做国宴的，大人可有口福了。他把锅盖压了回去。怎么了？还没热。说完，他忽地心里一动，以此锅中之物为药，投入1年寿元开始推演。你吃掉了这3锅美味，当晚你腹中绞痛，你死了，归还剩余寿元364天。他再度发现了自己面板的一种使用方法，就是试毒。同时，他也发现了这菜里真的有毒。宋岩叹了口气，故意提起锅盖，有毒。食神为了替死去的皇室报仇，竟隐藏到小饭馆里做起了厨师，接着就抓起一把带有玄气的草药，投入大铁锅中，直到剧毒与食物完美融合。随后他又将饭菜打包到饭盒之中，然后拎到这个魔门小伙面前。然而就在小伙回家热菜的时候，突然想到释放酒楼老板的吹嘘：咱厨子是御厨，从前都是做国宴，大人可有口福了。于是动用类似预知未来的能力，结果晚上就腹中绞痛，随后就死在了床板之上。有毒，有毒！大卫余孽，宫里的御厨。凡药应该也不会对您怎么样吧？可能不是凡药，你们那边的余孽可能已经和南无剑门彻底勾结上了。他们从南无剑门拿了毒药，自杀似的冲来傀儡宗，还真是忠义啊。平心而论，我也没想到有这种事，但既然发生了，我就不得不上报。说完就去找张印去了。当晚，张印领着队伍，带着宋岩、汪素素等人来到释方口。释方中已是一片喧闹，因为有不少江湖邪门弟子中毒死了。张印令弟子前后门一堵，直接抓人，而那酒楼厨子居然没走。我华五仙未曾辜负皇恩，陛下，我去了。说罢，他七窍流血，从高处坠楼而下。张印却不废话，然后搜魂术刷刷的用，不一会儿功夫，就又把几个嫌疑犯给抓起来，直接宰了。宋岩看着那惨死的厨子，思索起来：魏王抓住了吗？好了，估计不知道死哪个荒山野岭了。宋岩不知为何打了个寒战。师兄，我那炉鼎已经不行了，能不能再给我一个皇族啊？能，把人给我带上来。这谁啊？尖嘴猴腮的能行吗？师妹啊，这可是刚从潮汐守望者抓来的，可是上好的炉鼎，要不是武艺反场，我还弄不来呢。我最近很喜欢这个游戏，里面各种英雄都有随便抓，还有各自量身定做的出场动画，不仅画面堪比 4K 电影大片，甚至这次大圣归来的神器皮肤限时送，还是自选箱形式，就算已经有了孙悟空皮肤，也能选其他英雄的皮肤奖励。还有这游戏里各种关卡可有意思了，回去你玩玩就知道了。
那我回去就试试。宋师弟，你要不我再给你弄个过来，保准比前一个年轻。多谢师兄好意。宋师弟可真是怜香惜玉，要不要也怜一下师姐呢？数日后清晨，宋妍还在床上睡着，屋外传来动静。七瑶，没有封主命令，你怎么敢擅自出动？我要见封主，我能洗脱嫌疑。这位小细作要怎么把自己洗黑呢？当天傍晚，宋妍制皮结束，与刚好从山头走下来的齐瑶撞了个正着。齐师妹，齐瑶却看也没看他一眼。王师姐，这是怎么了？齐瑶，他不是劣质杂玄根，而是中品地玄根。这种资质的弟子，一般都是直接去皮影峰主峰的，他们能享受更好的洞府。只不过，一个中品地玄根，居然没通过弟子考核，而混入了杂役群众，哼，有点意思。宋妍也是有些愕然，这哪是洗去嫌疑，这是增加嫌疑好吧？可是让宋妍汪素素大跌眼镜的是，齐瑶的调令居然下来了。他居然没出事，怕是已经下了投名状了。难道他亲手杀掉了一名南无剑门的弟子？又一日晚上，忽的又听到隔壁传来动静。这位老师兄最近惨极了，自他上次讨要大魏皇室血脉炉鼎后，处处被张印打压。齐仙子，我知道你是好人，但过几天我就要被赶下山去，自生自灭。你有没有什么消息要我带出去呢？只要能对傀儡宗不利的，都愿意做。滚！宋妍只听得一阵无语，你还不如去直接举报他，结果你让人家滚。如果齐瑶不是细作，我吃3斤大便。他也只是听听，其余的也不想管。峰主，我苦肉计也用了，也帮您去试了。那按照说好的，个南竹峰值守的位置，能给我一个吗？我一定尽忠职守。嘿嘿，值守可是个养老的好位置。次日，康德福因年老不宜修炼离开了南竹峰。他走的时候穿着遮面斗笠。宋妍因为境界的缘故，只是扫了一眼康德福。他绝不是康德福，真的恐怕已经死了。那卢鼎显然发现了什么，他也死定了。午后，一艘皮影天舟就停在了南竹峰的孤崖上。这么大的皮影舟，这是谁的手笔啊？我在这里2年了，从未见过这种舟。我倒是见过，这是主峰迎接弟子才会派来的，一定是有哪位天才被选中了。他看也不看任何一个同门，径直走上了天舟。随之天舟远去，宋妍只觉齐瑶这事儿充满了古怪。怎么看都觉得那姑娘已经被卷入了可怕的暗潮之中。如今她只是被人当棋子粘着，也不知道会怎样。但那是什么暗潮呢？把你去玲珑谷的风头都盖下去了。那算什么风头？真去了，怕是也不会遭人待见。洞里的2个小娘子还没榨干呢。难道非要榨干了？卢鼎对我们就算因为吃新粉的缘故服服帖帖，但若是吃新粉药效一去，那剩下的就只有恨。师弟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下不了狠手啊？汪素素绝对知道交浅言深这个词，她把宋妍当自己人了。当初直接干架的说起了交心之言，反倒是乡土不错的形同陌路了。谢谢。数日后，一艘去往玲珑谷的皮影船停在了南竹峰。是。石作翁侧头看了眼角落里的宋妍，哪儿的生面孔啊？师傅，南竹峰的一名弟子是陈丹青举荐过来的，峰主点过头的。南竹峰啊，是杂役出身吧？是的，石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这次多学点东西，早日成为皮师。宋妍愕然了下，多谢石师鼓励。玲珑谷奇兽会其实就是个大型动物园的写生现场。宋妍获取了画纸画笔，投入到了这写生现场。他只是靠近终极妖兽，就能感到其周身那毫无遮掩的可怕血气，就感到脖子像被掐住了。终极妖兽应该对应修士里的炼玄4、5、6层，然后又老老实实的往低级妖兽出去了。宋妍来到了一处半人身高的鸟类妖兽前，宋妍扫了眼旁边标牌，铁羽雀3级妖兽，喜诗人。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铁羽雀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血刃麋鹿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地形湿气血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土遁息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时间一天天过去，待到半月之期还剩几天时，又一只巨大的特制笼子被运了过来。当黑布揭开，其中露出一只有着短脚的巨蟒。九眼秦然善以魔音引人，以魔文惑人，以魔毒杀人，再生生吃了这秦冉生脚，怕不是要成胶了。也亏得石师能弄到一条。九眼秦冉被称为终极妖兽中的顶层系妖兽，想抓活的，而且还是无伤抓，可比直接杀上难了许多倍。不过对我辈的画皮术也是最有帮助的。顿时间，一群修士支起画板，对着那九眼秦然挥了起来。宋妍直接看向那妖兽，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九眼秦然为契机，参悟画皮术。就在这时，远处走来2道身影，却是漂亮师娘搀扶着石狮走到了九眼秦然旁边。画皮
一先画稿，画稿中若想画出神像，最重要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眼睛。九眼秦染多狡诈，魔音诱人，魔皮惑人，那他的神自是最狡诈的。点睛时只需观想狡诈，那便无误。此话谬矣。那吕长老有何高见？必狠才神内。故事帝的结论有所偏颇了。吕长老说的真好。顾汝峰与吕红这两系显然是在争一波的。你们说说，现在的九眼秦然神像何在呀？狡诈狠厉，这畜生还有吗？是，这不过是九染秦然偶尔的一些反应，并不算他的神像。哎，此言差矣，吕长老，我恰恰觉得这也是他神像的一部分。顾师兄好厉害！那你们觉得呢？这九眼秦然的神像动了吗？然而话音落下，弟子们才激烈的讨论起来。忽然之间，宋妍想到穿越前看过的一个小故事，两个小沙弥一边嚷着说树动，一边嚷着说树没动是风动。而这时一道另类的声音却传了出来：树没动，风也没动，是心动了。他心中思绪转过，一股难以言喻的契机感涌入了他心底，这契机好似是通向画皮术圆满的。然而就在这时，远处忽地传来石狮的声音：宋妍，你来说。弟子正在想吕长老和顾师兄所言的话，一时还没有答案。上来，众人讨论，唯有你却低手发呆，该打。伸手！石作翁重重打了他3下。老头在少年手上狠狠敲了3下，然后望了望天空，接着又满含深意的看了看他，随后装着很生气的样子斥责起来。众师兄们也是恼怒的呵斥，拍着师傅的马屁：师傅，此人不过是个旁听的，他哪能听得懂咱们的议论？你还不下去？然而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头什么意思？可到了3更时，他却是在洞府睡觉，而不去找那个给他暗示的老头。可老头也并未来寻他。2天后，玲珑谷奇兽会彻底结束了。空船载着这位南竹峰的弟子回到了原地。听说你因为不认真听课，还被石狮打了3板子。石狮讲的太高深了，听不懂啊。算了，去制皮吧。你呀，这是浪费机缘喽。怎么连师兄都知道这事了？哼，何止我知道，整个皮影峰都知道。石狮狠狠教训了一个不懂礼数的后生小辈，这脸丢的。你呀，别说师兄没关着你，去寻峰主道个歉吧。宋妍顿时明白过来，顾汝峰、吕红两派争石狮一波，把我被石狮打板子的事添油加醋的传出去了。如此一来，我就算彻底出局，之后无论走到哪都会被嘲笑，真狠呀！宋妍去到了山巅，来到了程丹青面前。弟子宋妍前来认错了。错在哪了？弟子纵然听不明白石狮的高深言辞，却也该认真听课，而不该垂手修理传音法宝。但是我这法宝却是听不见传音，担心贻误了大事，从而失了礼数。换个新的吧，我最近换了新手机，旧的 Mate 60较爱回收当面回收了4000多，靠谱吗？那肯定啊，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那我等会也看看。你没有错，是顾如风、吕红害你的。他们争衣钵，容不得任何变数，哪怕你在他们眼里只是个小蝼蚁，他们也容不下。纵然你没在这边栽跟头，他们也会随意罗织构陷。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靠山，所以无论是谁想欺负你，想踩你一脚都可以。他思绪激动，弟子今后便是成峰主的人。不愧是有悟性的天才皮师啊！不必多想，认真制皮去吧，你不会后悔今日选择的。多谢峰主。他完全弄不明白程丹青的意思，是派系之争还是其他什么？不会后悔今日选择只是说说而已吗？黄昏已至，远处地煞翻滚，鬼红色的雾气从冷峭绝壁之下攀援而上。宋妍心里没有任何头绪，迷雾重重，好想逃跑啊！这时，一只怪异的皮影乌鸦落在了南竹峰，看着那少年踱步往远。次日，宋妍重新取出一张妖兽皮，想起昨日心中浮出的不妙感觉，宋妍决定尽早提升自己的力量。你投入了100年寿元参悟画皮术，第99年的时候，你好似已经成了那九眼秦然，完成了点睛。正当你欣赏你的杰作时，而那九眼秦然的瞳孔竟然咕噜噜转了起来，进而九眼秦然皮影扑腾而起，将你吞噬。你死了，你领悟了招魂术，招魂术入门，修炼门槛炼玄4层。宋妍睁开眼，稍稍愣了下。我以炼玄2层之身领悟出炼玄4层的法术，这一波是直接遭反噬了，给皮影点睛，皮影活了，竟把我杀了。境界还是得想办法提升境界啊！宋妍轻叹一声，这段时间他越发确定，想要突破到炼玄3层是需要某种药物的。过段时间再去市方找找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吧。之后一连几日，乌鸦都没发现异常。
这乌鸦自然是石作翁以秘法操纵的特殊皮影。那一天，他总觉得那南竹峰的小弟子似乎是悟到了什么，但迫于局势没敢说，所以特意打了3下，看他会不会半夜3更登门拜访。偷窥了几天，却还是没有半点异常。按理说石作翁该走了，可这老头却偏生觉得总有那么一点不对。算了，不装嘞，安排嘞，直接问吧。这日，宋岩照常和班搭子汪素素打了招呼，然后回到洞府。到了门口，他陡然听到啪啪2声，好似是什么人摔倒在地。宋岩没有丝毫犹豫，拔腿就跑。你就这么怂吗？宋岩听出来了，这是石作翁的声音。晚辈入洞说，你听到的动静不过是老夫将你2个炉鼎给迷晕罢了。无身幻鸦的羽毛中杂糅着天生的催眠类毒粉，对付修士虽然只能稍稍晕眩，但对凡人却是一瞬就可让其沉睡。是前辈。老夫想问你的话不变。什么话？九眼秦然的神像动了吗？宋岩双目露出思索之色，乌鸦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应该是动了，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他综合了一下顾汝峰和吕红的话，硬生生编了一套说辞出来。此时皮影峰主峰之上，老者却已面色铁青。洞府外，漂亮师娘正和顾汝峰对坐着，漂亮师娘不时被逗笑，笑得花枝乱颤。沐风，我进去看看。劳烦师娘了。说着师娘，但他眼中却藏着一种侵略的火热。漂亮师娘也大胆回应着这火热。诗诗，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只是有些莫名的烦躁。慢慢来嘛。小溪，这些年其实是我对不起你。你若是在外有喜欢的道侣，尽可以去，我会竭力补偿你。男人才华最重要，尤其是诗诗您这么有才华的人。石作翁点了点头，转身又思索什么事去了。漂亮师娘嫌弃的掸了掸长腿，转身又出了洞府。半年后，石作翁来到主峰影楼，似是随意的翻看着外面送来的皮影。他翻着翻着，手掠过了一份双头狼皮影，他嘴角一勾，想笑却又强忍着，直到回了洞府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名叫宋岩的少年是个真正的天才，一个超过了他的天才。大河后浪推前浪，精彩绝艳，一时之选呐！我知你心，你却还不明白老夫的意思。不过他已深深明白宋岩的顾忌，直接送宋岩一波，无异于让他去死。皮影峰主峰，神秘的黑暗厅堂里，这几个应该都是南无剑门的细作。多尾狐族终于来了个大妖，老家伙们不想战火蔓延到自家地盘，我稍作引导挑拨，他们就决定秘密前往边关拦下了大妖，而我则会留下来镇守。那我需要做什么？把傀儡宗少人镇守的消息无意透露给你能透露的细作，而我也会把这消息给那位苏家的七小姐，她的话应该还是有点分量，到时候南无剑门必然出手，而我会率领傀儡宗的年轻高手们出战。然后杀吧，杀吧！你杀我一个，我杀你2个，你杀我3个，血流成河，满地都是修士尸身。我们会更壮的，会有更多同伴。程丹青也跟着狞笑起来。转眼到了冬天，期间宋岩不止一次地尝试着从张师兄那里了解关于大卫余孽的信息，然而张师兄却不以为意。这大雪连下几天就是没停，忽然之间整个洞府陡然一震。宋大哥，宋郎怎么了？一会儿如果是傀儡宗弟子来了，你们就说我外出战斗，让你们躲在洞里；如果是自称南无剑门，口称要斩杀邪魔外道的修士来了，你们就哭着说你们是炉鼎。终于得救了，雪柔，你一定要说你是镇南王王妃，然后哭着请求那修士为镇南王报仇。两女也都不是愚笨之辈，这一听顿时明白外面在发生什么。眼见师兄被敌人一剑贯穿腹部，接着他的身体就不听使唤的旋转起来，最后没了力气倒在了地上。可他不但不帮忙，反而掉头就跑。不料刚刚跑进深山老林中，林子里居然有2道飞剑飘来，如围观猴子般的看着他。我就说吧，肯定有小魔崽子要从这边逃。师兄，我们一起出手吧。只是这魔崽子的气息有点怪，想必是什么特殊的隐藏气息的方法吧。这不重要，出手！宋岩只觉炸毛，全身鲜血都要烧起来了。只见天穹2把飞剑射来，他一个懒鱼翻滚堪堪躲过，
宋妍好似被飞剑锁定，两柄飞剑竟以2马赫的速度对他穷追不舍。就在避无可避之时，他双掌推出，一瞬间飞剑上的神器竟被他击光。2名修士奇怪的咦了声，快速落地。宋妍踏雪主动出击，一掌奋力飞速拍向离他近的那修士。那修士也不知用了什么东西格挡，但宋妍控制玄气全开，直接将其玄气吸取，接着手掌圣黑凝煞爆发。他没弄明白自己的玄气怎么没了，半边身子就被炸掉了。宋妍回手，以拔刀术迅速出击，一点无人知，暴雨煞急速轰出，正准备冲来夹击的白袍修士胸口被贯穿，其愣愣的低头看了半晌，轰然倒地。宋妍大口喘着气，新近汲取的外来玄气在他体内横冲直撞。他快速在2修士怀里胡乱摸了摸，什么也没摸到，于是往地煞之地而去。不知跑了多久，他已经看到远处那混杂在大雪里的煞气了。到了，他深吸几口气，掏出一粒辟谷丹丢入口中，然后运行敛气归息，进入了一种如同死人一般的状态。没一会儿功夫，积雪就把他变成了雪人。时间1分1秒的过去，这一晚竟是意外的漫长，真就是神仙打架，重置逃窜，哭得他全身一紧。什么人？这种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杀殿？赤霞真人，你不是早就死了吗？你要带我们去哪？这竟是吕红的声音。赤霞真人，你是40年前被我傀儡宫3名封主联合出手才镇杀的那个正道强者？你怎么可能还活着？而且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我们所在的密室应该不会有人知道。你怎么发现的？这些声音，宋妍细细辨认，竟是那日玲珑谷皮师们的声音。鬼修，赤霞真人是鬼修，他战死之后，尸体落在了煞地，然后被鬼物侵袭，而变成了鬼修。想到这里，一股毛骨悚然的情绪就笼罩了他。赤霞真人能够精准地寻到皮师们所在，那是否意味着在皮影峰还匿藏着一个很可怕的鬼修，而这个鬼修的地位还很高？那是谁？程丹青，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3个字一吼出来，宋妍彻底炸毛了，所有疑惑在他脑海里几乎一瞬间全得到了解答。程丹青是鬼修，难怪他说我不会后悔那日的选择。他背后能够将我临时塞入玲珑谷之行的高层，也是鬼修。能做到那种程度的，整个皮影峰应该就只有峰主都是鬼修，一定是南无剑门和傀儡宫厮杀，谁最开心？当然是鬼修，因为许多修士战死之后，尸体会被他们带入煞地，其中有部分会成为新的鬼修。皮影峰的皮师们技术很好，鬼修就把他们带走，囚入煞地，为他们鬼修制皮。峰主在战前以保护皮师的名义，把吕红等皮师送到了密室，然后让同伙一个反手掏了个干净。无数思绪闪过，宋妍忽的又产生了一种劫后余生之感。若不是当初故意表现不好，说不定也会被提前保护，提前送到那密室里，然后现在应该也站在吕红他们的队伍了里吧？顾汝峰呢？密室里就这么多人，我都带来了。不对呀，顾汝峰应该也在密室啊。他或许跟石作翁去了前线。石作翁倒是个人物，大战一起却不愿意藏在后方。他大限将至，想留个名声吧。只可惜鬼修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且纵然成功了，原主的一些力量也可能会丧失。鬼修，庆幸你们是皮师吧，今后你们在山中和在外面一样，只是不许离开而已，不会杀你们的。说话声渐去渐远，远到宋妍再也听不清。顾汝峰不见了。此时傀儡宫南无剑门对战的前夕，一道黑暗的怪异身影手握传讯玉，听着来自远方的汇报。一个小小的顾汝峰应该没什么关系。然而皮影峰峰主却没有回话，似在思索什么。随后突然开始越退越后，手掌一翻，抓出了一个不知什么玄气，开始施法。又过了会儿，整个战场陡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4道恐怖的气息突然莅临于天穹，气势覆压而下，战场万般能量如被拨云见日般散开，诸多声响也沉寂下来。傀儡宫那4个老不死的怎么回来了？他们不是该去迎战多尾狐族了吗？对，今日乃我傀儡宫宗中出了鬼修，还占据了高位。我等4人若不离去，他还不会现身。既有鬼修，再战无益，且休战如何？3道气息却早已突兀地向着某一处射去，而那一处里，皮影峰峰主却亦是早已完成了某个施法，随后竟消散无踪。在那3道身影追到煞地深处，俯瞰着那红玉血海般的煞地中心，终究还是没敢进去。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有戒备？好像是顾长老把他孙子悄悄接回来了。那顾长老又是怎么知道的？你练了内功，脑子不好用了。顾长老是和我们一起去边境的，他当然知道。胡闹！今日暂且这样，他逃回了煞地，不宜深入，从长计议吧。
4位大能莅临的动静很大，以至于宋妍都能勉强听到一些事情，他大概也能通过脑补推演出来了。南无剑门想除去傀儡宫这个大毒瘤，而鬼修意在谋划促成南无剑门和傀儡宫相杀，皮影峰峰主才会将齐瑶这种半吊子细作收入内门，以当个传话筒，及时把四老秘密离去对抗边境多尾妖狐的消息通过传话筒传了出去。傀儡宫四老猛不丁扑回，其目标却不在南无剑门，而在门中那作为鬼修的皮影峰峰主。可那皮影峰峰主却也似是通过某些未知的蛛丝马迹，险之又险地跳出了这杀局，安全地回到了煞地中心。太危险了，许许多多算计，许许多多阴谋交织一处，全在今晚爆发了出来。但他又侥幸地跳了出来，逃过一劫，否则此时他应该也在去往煞地中心的路上，又或者在跟南无剑门拼杀中已经死去，又或者鬼修身份会曝光。那些鬼修一个比一个奸诈，他们会看不出来问题吗？总不可能天真的老乡见老乡吧？齐小姐，走吧，这次之后你的身份必定暴露，皮影峰没必要再待了。苏家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无论我做什么，也不会有人在乎的。他们恨不得我死在魔门吧。总有人会在乎的。谁会遇到的？齐瑶或者说苏瑶叹了口气，然后拎起剑，随着黑影走向了南无剑门的阵营。一夜过去了，机关石门慢慢开启，紧张无比的往外看去，却见个熟悉的男子站在门前，不是宋妍又是谁？结束了。